好，我们这边补充一个部分就是在那个编辑器的部分。那传统的编辑器是在新版的那个 WordPress 升级到5之后，变成那个古腾堡我们从外挂这边来看，好，这边有一个叫 Classic Editor。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先把它停用，如果我把传统编辑器停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设定这边的写作。这里面的一个文章模式就没有一些让我们选择编辑器的选项那如果是呢，我在安装外挂的安装外挂里面，我什么都不打，你看到它这边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在使用 WordPress 在升级到 5.0 之后呢，把那个古腾堡就是 Gutenberg 的那个编辑器变成预设的编辑器的时候那这里面这一个传统编辑器就变成你要另外安装才可以用了。好，那变成说其实它为什么会排到前面来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习惯用这个Gutenberg。好，那它变成说你看它这边星星是2颗星以评价来讲的话5颗星，有500万以上的人安装。好，所以我们把它启用起来，就是其实你安装完它排在第一个一定是有它的那个原因的因为比较多人去安装，它就自动的往前挤。那我们来看一下写作这边，这边就多了一个你用传统的或者是区块编辑器，就是那个古腾堡那我们把它设定回来，你只要有安装传统编辑器的话，它就变成说这边会让你选你要使用哪一种编辑器来做我们的那个写作时候的一个编辑。那这边呢，开放使用者自行切换吗？那按是的话，它就会变成说我登录的人他就可以去自己去选我要用哪一种编辑器。那我们一般就自己在用而已一开始设定完它就 OK 了。那我们直接开一个文章的新增文章给你们看随便开一个。好，这个就是区块编辑器 OK。好，那你想要去把它看完就是这样而已。其实它这边取名字我们在使用这个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会用哪一种编辑器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我进到传统编辑器，我也是取名字，取完名字呢，我就跳出来，我就进 Elementor 了。好，因为我们在这个频道呢，我们主要是以 Elementor 来进行编辑我们的网页那所以呢，在这边其实就是让我们取名字而已了我打今天的日期，其他都不管它了。那这个呢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后续会再找一个时间把它录制一个操作的影片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其实就是你想要加入什么东西，你就一块一块，它是好像叠砖头一样，这一块打完叠下面那一块它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好，那它的这个齿轮就是呢，打开刚刚我们看到那一些东西按一次打开，按第二次收掉。好，我取完名字之后呢，直接按发布。好，他就问我们这些比较常见的这些东西，你要将它发布呢？好，那我就按发布。OK， 那这时候我就进 Elementor。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就是做这个动作而已，取名字，然后你在传统的里面做跟在这边做其实没有什么两样。OK， 好，那我们回来。这是文章的部分。那我如果呢是从页面呢，这一颗就其实它这里点开这个齿轮，就是开右边的这一个功能表的一个选项列。那左边这一颗就是回到传统的后台。我们在这边呢，我先回到页面这边，我新增一个页面，随便开一个。那这边的设定的项目，其实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1201的 page 今天日期的页面。那其实我们在传统编辑器也是这样，取一个名字之后呢，我从页面属性我把它改成全宽我要的是跟上面的 header 跟下面的 footer 就这样而已其他都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按发布。然后等它确定这个页面产生之后 OK， 我再进 Elementor 来做编辑。那我们进 Elementor 之后呢，就能得到说从传统编辑器里面进来的
好，上面有 header， 下面有 footer 哦。那我们在中间来做一个设定的动作。我们呢可以照自己的需求哦，照自己的需求。我的习惯还是回到写作里面的，因为我两个都有装了，我可以指定它是classic 传统的。好，那我们再随便开一次新增页面。好，这边就会用传统的编辑器的方式来呈现了哈。那这里的差别就是，我们之前有一段影片里面有人留言说，他看到我的介绍呢跟他的界面都不一样啊。我想应该是这个部分，他的编辑器呢，因为他没有安装传统的Classic Editor， 所以呢，他在这边就用葛腾堡就是那个我们刚刚看到的区块编辑器来编辑，所以它的长相跟我绝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做法都是相同，取个名字，然后选一个全宽，然后直接发布，发布完就是进 Elementor 了。好，那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来试着操作看看。